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苗讲坛。现在正是盛夏，我们各种这个植物都长起来了，正在开花准备结果。但是问题也来了，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这个玫瑰花豆角，这个什么问题呢？日本金龟子叫 Japanese Beetle， 它现在开始大量的出来，然后对伤害我们的这个植物。它是什么情况呢？它的幼虫叫奇草，主要是藏在这个草地下边，幼虫吃这个草根，然后到了这个6、7月份，它这个幼虫经过化蛹以后羽化出来变成成虫。那成虫出来，它一方面这个寻找这个伴侣交配，准备产卵，然后它在这个时间的话，它会开始取食很多植物的叶片，对植物的伤害非常大。那它通常最喜欢的植物有这么几种，第一种应该属豆角，把这个豆角的叶子咬得这个千疮百孔，如果不控制的话，短短几天这个豆角叶子就基本上就全完了。另外一个是玫瑰花，很多人喜欢玫瑰花，但是呢，怎么控制这个 Japanese Beetle 日本甲虫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很头疼问题。再下来就是茄子也是一个受害者，它似乎比较喜欢吃这种叶子带一点点这个绒毛的这些植物，所以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加以防范。当然说起这个控制这个日本甲虫的话，网上会有很多方法，但是我经过试验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好使。那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就是用糖醋叶吸引这个日本甲虫，但是呢，日本甲虫它的习性跟其他这个金龟子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其他金龟子的话，它晚上出来，傍晚出来吃东西，这个你放糖醋叶的话，这个吸引力会很高。但是日本甲虫它非常警觉，它通常出来的时间是下午这个1点钟到3点钟是这个发生的高峰，危害的高峰，而且它危害的部位往往是在这个植株的中上部，那你放这个糖醋叶就不太好放，所以这个方法不太好使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人工捕捉。那人工捕捉的话，就是找一个器皿，在里面放一点水，因为这个Beetle的话，它有一种假死现象，非常警觉，你碰到它以后，它很快掉落下去，然后再飞走。那我们这个通常用左手端一个盘子，里面放上水，右手的话去捕捉，它掉下去了就掉在里面。那我们试试，现在看得到虫子，但是呢，也是操作起来非常不便。为什么？第一个高度有点高，手不容易够到，这个植物会挡到我们这个操作的盘子。我看看能抓到多少，这里切了大概30-40个，也算不太失望。你看我这一敲抓到了多少？好，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？因为这个金龟子的话，它是吃饱活这个变成成虫行动力很高以后，它才出来危害的，所以它这个机动性非常强。你打药的话不太好使，最多可以打一些这个就趋避性的药，可能会减少一点。那我们待会可以试一试。我本人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这个用 Japanese Beetle traps。这个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 trap 里面抓了多少。这个里面大概30多个。好，我们先给它收下来。收下来以后，每天这个要更换2次。都抓获了不少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这里还有 trap， 而且这个 trap 的话也抓了不少，这是新款的 trap， 这个是去年买的旧的 trap。那不同的 trap 它的这个捕获力不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本人认为这一个比较好使一点。第一，它挂上去拿下来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到这个抓到的金龟子的时候比较容易。第二，它的捕获力非常高，就说金龟子进去以后，它很难逃出来。那相比这一个，那金龟子就非常容易逃出来。所以我们在买这个 trap 的时候要做一点选择。另外一点的话，我认为这个 trap 起作用是什么呢？起作用关键是这个板的黄颜色吸引它，不是别的东西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费尔蒙起作用，当然我相信费尔蒙也起一点作用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去年用的这个旧的 trap 抓的捕获力比这个新 trap 高，就什么原因呢？应该是这个板子起作用，吸引它过来飞贴上，但是呢，这非常光滑，上去站不住，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以后就被抓住了。那好，剩下的问题是什么？这金龟子怎么处理？怎么办？那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，我觉得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处理。我们拿去喂鸡，是高蛋白。为了防止它逃跑，我们先轻轻的捏它一下，让它不要那么容易飞走。同时的话，倒在水里面去喂鸡，都是高蛋白，妥妥的高蛋白。看这个小鸡喜不喜欢。好了，小朋友可以帮我倒一个，对，倒在水里面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些金龟子不被抓住，让它吃豆角，那是会造成多大的伤害？好，吃肉喽，吃肉喽！当然，这个关于这个 trap 的使用，还有一种说法，有的人说，这个你会把这个别的地方的虫子吸引过来，但是呢，其实这昆虫它和人一样，任何动物一样，它是有这个 territory 的，它就是它分区域的，它有一定区域活动范围。人家都说国人自扫门前雪，如果你那样认为，连门前雪都不扫，那任凭它伤害的话，那是损失会越来越严重。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呢？我们在一个地里面挂的这个 trap 必须足够亮，那把所有来关联的这个金龟子抓住，那这样的话，就损害会比较少，然后明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轻。那网传的这种你挂了 trap 以后金龟子会越来越多，那种说法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通过这样的做法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控制金龟子。当然，刚才我说到的喷驱避剂的一个方法。因为在加拿大的话，农药使用受限制线很多农药你买不到的，那能买到的东西就是一个是硅藻土，一个是苦楝油，这些的话作为防治剂效果不是太好，但是作为驱避剂的话有它的效果。那我们就在豆角容易被受伤害的地方都喷一点。好，这些都是豆角被伤害的地方，这些都是。金龟子有一个习性。它有一种叫聚集效应，就是先到的金龟子它会释放一种聚集素，然后其他虫子就会来，所以一旦一片叶片被啃，那金龟子会越来越多。调小一点，喷雾均匀的覆盖。这样的话，让前边金龟子留下的这个聚集素不起作用。好了，这个就完成这过程了。那后续效果怎么样呢？我们会陆续给跟进。